8月25日，上海甩出了所谓的政策大礼包，外环限购全面松绑。原本以为这是救市的强心针，却没想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8月26日晚，苏州紧急宣布取消市区新建商品房2年限售。这个深夜次日达的操作，直接点燃了市场的恐慌情绪。结果呢？本来想逼着大家去买房，结果反而是触发了全民抛售。原本挂着11套二手房的楼盘，一夜之间变成了99套。朋友圈和二手房平台上，海量房源像洪水一样涌现，仿佛所有人都在抢着逃命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苏州楼市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彻底扯掉，全面脱光。有人还在怀疑是不是危言耸听。来看看真实的数字吧。苏州工业园区的中央景城，10年前均价还只有8000多元每平方米，最高点飙到接近6万元每平方米，如今又跌回3万元每平方米，足足打了个对折。吴江太湖新城曾经一套房子要价250万，如今只剩下140万，蒸发了110万。南山维拉2020年单价高达2.97万元，现在直接跌到8000多元，跌幅超过70%。这不是下跌，这是血洗。甚至有博主爆料，一套不满2年的新房，业主当初花了280万买入，如今挂牌价只有155万，亏掉100多万。对很多家庭来说，这是一辈子的积蓄啊。中介的说法更直白，2018年到2023年之间，90%以上买房的人都亏了，甚至有些人亏掉1半以上。很多人资不抵债，房子租不出去，贷款还不上，只能硬着头皮抛售。根据克而瑞的统计，苏州7月份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仅12万平米，环比暴跌70%，同比跌幅高达58%。成交惨淡，库存暴涨，已经让市场彻底失去信心。环沪地区更是一片惨烈，启动二手房较峰值下跌28%，部分楼盘甚至3000元每平方米甩卖，依旧无人接盘。太仓科教新城新房备案价从高峰的3万腰斩到1.5万。昆山花桥更夸张，新房直接5折甩卖，从2.3万每平方米跌到1.18万每平方米，总价甚至跌破100万。别忘了，房子曾经是中国人最坚固的信仰，是压箱底的安全感，如今却成了拖垮家庭的深渊。不，反向加速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政府一再放松限购，现代房价还在跌？答案很残酷，政策的确松了，但市场的信心没了。苏州这次的新政，本意是想让大家卖旧买新，结果却是旧房源一夜之间全面爆仓，新房压根卖不动。换句话说，救市政策变成了反向加速器。原本以为是止血包，结果却成了催命符。当房东们发现连上海后花园的苏州都守不住的时候，恐慌心理像病毒一样在江浙沪地区扩散开来。杭州、宁波、南京这些城市迟早都会被卷进来。现在的中国楼市已经不是跌不跌价的问题，而是人还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。有人掏光3代积蓄买的婚房，如今跌掉一半，卖不掉，租不出去，每个月还要硬着头皮还贷款。有人买了所谓的投资房，寄希望于上涨换取财富自由，如今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资产蒸发，负债累累。更多普通人被困在房贷牢笼里，成了彻头彻尾的房奴。当房价崩盘，叠加物价上涨，收入下滑，未来真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活不下去，走上街头维权。这是一个注定会撕裂社会的巨大黑洞。苏州的恐慌只是整个中国楼市崩盘的一个缩影。真正令人心惊的是，这场暴跌已经从3、4线城市向1线蔓延，连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样曾经最坚固的堡垒都被震塌了。
北京学区房不再是护身符。北京曾经是全国最稳固的市场，学区房更是被奉为铁打的保值神器。可如今，连这最后的神话也破灭了。据中介陈先生透露，北京很多无学区的老破小，这2年跌幅接近30%至40%，并且还在继续下行。举个最直观的例子，丰台区某套老破小，2021年挂牌价600万，如今只卖到360万，整整蒸发240万。通州的房子很多成交价回到了2015年的水平，这意味着过去10年的涨幅一夜归零。而且北京5环外的房子几乎成了烫手山芋，哪怕打折也无人问津。有人试图抄底，结果发现房子卖不掉，现金流断裂，反而被困死。一句话，北京的房市已经失去了只涨不跌的神话。上海的情况更具讽刺意味。8月25日，外环限购松绑，本意是想帮外环盘活库存，结果却是直接触发了房东的割肉潮。一位上海中介苏先生直言，全上海所有动迁基地的房东都在套现离场，1个月成交不了多少单。外环房子没有地铁，没有产业，根本没有保值能力。数据显示，浦东唐镇的二手房均价从7万每平方米跌到4.5万每平方米，跌幅近40%。嘉定新城的部分楼盘挂牌价从5万直接砍到2.8万，而真正还勉强有点价值的只剩下学区房。但问题是，学区房的价格也在下行，已经出现从豪赌未来到捂盘观望的全面转变。上海的限购放开变成了割肉令。深圳曾经是中国楼市的风向标，房价一度是全国最坚挺的。可是现在，深圳的暴跌比任何城市都残酷。深圳北站的龙悦居，2021年总价700万，如今法拍价255万，单价从11万直接腰斩到4万。宝安区的某些新盘开盘价6万，如今成交价只有2.5万。南山的部分豪宅从每平20万的神话跌到10万，业主亏得欲哭无泪。深圳中介高先生说，市场惨到不行，比前2年便宜30%至40%。去年观望到现在，至少能省100万。深圳没有任何保值能力了，除了少数地铁、学校配套齐全的项目，其他房子都在崩盘。深圳的坍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问题，它象征着中国房地产神话的彻底破灭。房地产崩盘正在拖垮整个中国经济。房地产是什么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行业，而是中国经济的支柱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房地产及上下游产业链占中国 GDP 的比例高达25%至30%。银行的贷款里有超过40%直接或间接与房地产相关。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，超过一半来自土地出让金。房价一旦崩盘，不仅房企暴雷，银行坏账飙升，地方财政也随之断粮。过去10年，恒大、碧桂园们靠高周转玩金融游戏，地方政府靠卖地填财政黑洞，银行靠房贷维持表面繁荣。如今，这一切全部崩塌。恒大已经破产清算，碧桂园跌入深渊，万科靠卖命自救，连保利、招商这样的大型央企也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。谁在承受代价？普通人。别以为这是开发商、银行、政府的事，真正承受代价的是普通人。夫妻2人掏空6个钱包买房，结果房价腰斩，房贷却一分不少。年轻人本来就工资低，社保断缴，如今再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，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都被锁死。大量房奴发现自己成了负资产家庭，卖房还不掉贷款，甚至连跳楼的勇气都被新闻淹没。有中介透露，现在的房东每天都在咨询如何抛售，
语气里充满绝望，睡不着觉，每天晚上都想再等判刑。这是中国社会即将爆发的最大危机，数千万中产阶级因为房子一夜之间坠入深渊。北京跌，上海跌，深圳跌，苏州跌，连环户的3、4线城市都跌得血流成河。这不是个别城市的问题，而是全国性趋势。有人说，只有能源枯竭、人口流出的城市才会大跌。可事实是，即便像苏州这样产业强劲、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，房价照样跌成狗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10几年，中国的房地产早已透支了未来。房价不是由真实需求支撑，而是由政策绑架、资本推动、投机泡沫吹出来的。如今泡沫破灭了，价格回调是唯一的出路。区别只是跌多少，30%、50%还是70%？最后的问题，未来会更惨吗？答案是会。因为房地产不仅仅是房子本身的问题，它正在拖垮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。产能过剩的钢铁、水泥、玻璃工厂订单断崖式下滑。曾经靠卖房支撑的地方财政，如今入不敷出，公务员工资都要打折。银行的坏账越来越多，金融体系岌岌可危。最致命的是，普通人彻底失去了信心。以前大家相信再难也要买房，房子是唯一的保值品。现在大家发现，买房才是毁灭一生的陷阱。一旦信仰崩塌，房地产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辉煌。苏州二手房一夜暴涨的挂牌数只是一个信号，它像第一片坠落的雪花，揭示了整个中国楼市雪崩的开始。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房东被迫割肉，会有更多的家庭被套牢，会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坠入深渊。而这场雪崩不仅会吞噬中国人的财富，还会撕裂整个社会，点燃无数人的绝望。中国楼市真的回不去了。